你看过 One Boy 的广告吗？什么穿比不穿还凉，一穿就暖，大家可能都略懂。为什么这个牌子最近会忽然那么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One Boy 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哦。说到 One Boy， 你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他们铺天盖地的广告，从信义区的街头啊、捷运车厢到大咖的明星业配、8点档置入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踪迹。那虽然从网络上面常常有人批评说他们品质很差，衣服有塑胶味，甚至还有人说在淘宝上面呢随便就可以找到一样的东西，价格还更便宜，嘲笑买 One Boy 的都是盘子。但是 One Boy 却丝毫不受影响，不止代言人越请越大咖，创办人还透露说 One Boy 的年营收高达了新台币25亿元，是目前台湾原生的第4大服装品牌。几年前还很陌生的 One Boy 到底是怎么突然崛起的？为什么可以卖到全台第4名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。不过先说明一下，这一集呢是我们团队真心好奇哦，没有收 One Boy 的业配。那在开讨论之前，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4月初的连假最长呢，可以收到9天哦。想要飞去日本玩，真的要好好把握。今天介绍的这门旅游线上课程哦，由日本爱情动作片大师中指通主讲。中指通带着他最新上架的泡泡浴特点，教大家认识不会日文也能够风俗自由行的方法，更做好泡泡浴圆梦的事前准备。泡泡浴特点是真实进入风俗店内拍摄，原汁原味呈现细节、道具、互动体位，清楚的服务流程，才能够尽兴的掌握玩法。那泡泡浴特点开卖价呢也是超级的优惠哦，只要499就能够带走。正客的风俗自由行呢也有85折的优惠，2堂一起带还能够打到77折，限时优惠直到3月31。想要圆梦泡泡浴之旅的话呢，现在就点击资讯栏准备上场吧。One Boy 是怎么来的？虽然广告打很大哦，但是 One Boy 的创办人严伟霆呢一直很低调，有些传言呢还怀疑他是富二代才可以有这么多钱可以狂撒做行销。不过根据近期的商周专访呢，严伟霆说自己的家庭背景其实很普通，父亲呢是装潢的木工师傅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而他自己也只有国中毕业。2008年，也就是严伟霆17岁那年，他因为想要做属于自己的事业，五专还没有念完就创立了 One Boy。当时他从国内外批货男装服饰上架到当时很红的奇摩拍卖做网拍，而为了要筹措资金，他还去烧烤店啊、汉堡店打工，慢慢的在电商界站稳脚步。那虽然他很努力哦，但因为没有什么商业经验，他在成本计算上面出了问题，起初呢卖一件亏一件，让他大受打击。而后来经过修正 ，One Boy 才终于累积了一些客源，成立了自己的官网。不过到了这个阶段呢 ，One Boy 也只是一家普通的电商服饰品牌而已。直到2014年，一件冲锋衣让 One Boy 打开了知名度。2014年，严伟霆发现强调功能性的机能服饰市场在台湾刚刚兴起，但市面上面的防水外套动辄上万元，让很多的消费者难以负担，还在默默的观望。他就看准机会哦，从中国的淘宝呢进货了一批拥有保暖、防风、防泼水功能的冲锋衣外套。它的冲锋衣呢一件不到台币2000元哦，尺寸从儿童到大人的5XL 都有，颜色还有10几种可以选。很多比较重视 CP 值的消费者就会选择他们的外套，让这些冲锋衣销量超好，稳坐官网的排行榜冠军。而严伟霆就想说，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冲锋衣，那是不是可以再花点巧思，把这个商品变成主打呢？于是他开始花钱找网红业配，在乡土去置入，让 One Boy 越来越广为人知，冲锋衣的销量也越来越好，据说1个月可以卖上上万件。不过严伟霆并没有因此满足哦，他希望 One Boy 可以进一步的成为台湾国民外套的第一品牌。在2020年的夏天，他决定砸重金找来艺人郭雪芙代言，开启了现在 One Boy 最有名的代言人行销策略。其实，在更早之前呢 ，One Boy 就已经请了艺人周小涵当做他们全品牌的代言人。但为了推出他们家的防晒外套冰风衣，他们专门再找了郭雪芙拍广告，然后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宣传。郭雪芙开始出现在各大百货公司、公车、计程车以及电视广告上面，不断的告诉大家冰风衣穿比不穿还凉。再加上原本就有的网红社群贴文，整个台湾弥漫着一股到处都看得到冰风衣，大家都在穿冰风衣的氛围。而 One Boy 的网络搜寻量也从2020年6月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。那虽然有些人觉得广告态度很烦哦，但这种包围式的行销手法让冰风衣呢，在不到半年之内呢，就热销了50万件，等于是每50位台湾人就有一件。
那看到成效的 One Boy 呢，更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让每一样商品都有专属的代言人。像是在2022年，他们找来了林心如代言冰风衣，张钧甯代言轻旅鞋，贾静雯跟修杰楷合体代言素棉衣。年底呢，甚至还跨海请来了韩星朴敏英代言冲锋衣。这些大咖代言人轮番上阵，成功的让 One Boy 引发热议，网络搜寻的声量甚至还超越了电商服饰龙头 Lativ。那当然，在成功之余，也让很多人都看傻眼哦，好奇说，请代言人跟打广告都不用钱吗 ？One Boy 到底凭什么可以这样子狂撒币呢？One Boy 在刚崛起的时候，有一些电商从业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推估 ，One Boy 一个月的广告预算应该超过300万。但奇怪的是，花了这么多钱 ，One Boy 却似乎没有使用常见的电商行销技术，像是没有搭配促销策略，也没有利用大家习惯的数位工具去针对目标客群下广告。而实体店面的部分，很多人质疑他们的陈列毫无章法，可能连库存系统都没有建造完成。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呢 ，One Boy 只是在用淘宝货卖台湾的资讯落差炒短线，现在的成功只是侥幸罢了。但也有人认为呢 ，One Boy 的行销手法看似很夸张，不过其实并不是无脑的乱花钱，因为行销预算多不多，还是要看企业的营收规模才知道。例如三星电子呢，在2021年花了台币623亿打广告，看起来很可观哦，但其实只是占三星电子年营收的1% 而已。那像是 One Boy 这种消费型品牌，广告预算占年营业额的15%到30% 都还算合理。那以严伟霆透露的这个年营收推估呢 ，One Boy 一年的行销费用落在4到8亿元都还算正常，因此有钱找明星代言好像不算太意外。可是像是 Net、Lativ 这些品牌的营收更高啊，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有人认为这跟 One Boy 的选品策略有关，因为他们的产品线呢，主要集中在少数几款的机能服饰，比起其他的大牌精简很多，而且他们这类的产品呢，在市面上面的价格落差很大，更需要透过品牌价值来维持住毛利，所以狂下广告是有必要的。而其他的服饰品牌就比较强调多样性，希望让顾客一次就买完一家大小的衣服，因此在投放广告时也比较注重呢这个风险的分散。像是美而快集团总经理就说，如果要分配1亿元的广告预算，他们通常会选择部分给衣服，部分给裤子之类的。那当预算被分散，就比较难打洗脑广告，也比较能够邀请到超高知名度的艺人代言。那从结果来看呢，目前 One Boy 选择的策略显然很成功，不过在这个强大声势的背后，批评跟质疑也从来没有少过。第一个很常见的批评是质疑 One Boy 的广告打那么凶，可是品质却很不好。论坛上面常常看到有人出来劝世，批评他们家衣服有刺鼻的塑胶味啦，买来穿3天就裂开啦，客服不处理问题等等。而另外一个常见的争议呢，则是认为 One Boy 用淘宝贴牌货谋取暴利。像之前有人就质疑他们家官网要价1650元的冲锋衣，在淘宝上面居然能够找到外形跟 logo 一模一样的产品，价格却只要1/5，因此有很多的消费者都觉得自己被骗了，后悔花了大钱买淘宝货。而针对这些批评呢，严伟霆则承认说 ，One Boy 一开始确实是从淘宝进货贴牌，但是在2019年，他因为看好冲锋衣的潜力，带着1半的身家买下了中国的工厂。因此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冲锋衣呢，在设计啊、打版、面料上面，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，有独立的产品线，品质也能够更好的控管。不过，除了品质的争议之外另外一个针对 One Boy 的常见质疑是剥削员工的争议。在求职天眼通跟 Dcard 论坛上面呢，不少人都批评说 One Boy 的工作环境很差，主管还会强迫员工加班等等。而在劳动部的查询系统上面，也的确能够找到不少 One Boy 公司的财阀记录，像是从109年的12月到110年的8月，不到2年的时间他们就因为没有7休1，没有依法给加班费、加班超时啊等等的原因，分别被台南市啊、台北市、新北市政府罚款了好几次。而在111年呢，也因为没有给劳工符合法规的设备跟措施，被罚了3次。其中光是新北市劳工局开出的罚款呢，加一加就要60万，而且还被媒体称为是罚不怕的血汗企业。对此呢 ，One Boy 在我们截稿之前都没有做出回应。一开始我们看到 One Boy 的资料呢，也觉得蛮惊人的在短短的10年不到时间就做成了台湾前几名的品牌。不管是行销手法还是产品本身的力量 ，One Boy 的成功引起了不少行内人士的讨论，甚至很快的就有其他品牌出现，希望可以去复制这个经验。那当然，我们在查找资料的过程当中，也发现了他们迅速崛起，也伴随着不少争议，甚至有不少人对这个品牌的印象很差，像是大家质疑 One Boy 广告打那么大，但没有给消费者合理的品质，甚至连自己的员工也没有被好好对待等等。
那么觉得这些讨论其实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，因为在品牌越做越大之后，消费者对他们期待呢，自然也会越来越高。那我们也很好奇哦，OnePoint下一步到底会怎么应对呢？是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虚印一样，谈着争议继续越卖越大吗？还是会积极的面对问题，去改变他们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，甚至变成下一个台湾之光？就让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吧。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哦，你怎么看待 OnePoint 这个品牌呢？会想要穿穿看哦，体验什么是一穿就暖，穿比不穿还凉。比我很在意他们的争议哦，在改善之前呢，不会想买，所以不喜欢他们的设计哦，怎么样都不会买。第一完全没有差，只要请我喜欢的明星代言，我就买爆。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 OnePoint 的故事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虚印以及统一集团讨论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